社区规则：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，色。凌晨12点，小区喇叭突然响起，反复播放着上面这条规则。楼上邻居为表达不满，大声谴责恶作剧。可就在刚说满50个字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停了，紧接着从6楼猛然坠下。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吓住了整个小区。我的天！我刚想惊呼出声，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转头一看，是我的合租室友小美。她一边比出噤声的手势，一边拿出手机疯狂敲字。没记错的话，加上之前的吐槽，你已经说了47个字了。而之前的广播的规定是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。联想到邻居大哥的惨烈死相，我不禁浑身一颤，头皮发麻。我靠！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重新敲了一行字。现在是49了。眼看事态紧急又诡异，我们急忙叫醒了另一个合租室友青青，她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必须戴着眼罩和耳塞入睡，因此哪怕刚才的广播和怒骂如此大声，也没能把她吵醒。起床之后的她忍不住小声呢喃，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。那你好在我急忙捂住她的嘴巴，才制止了她的行为，只浪费了3个字的说话额度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们3个人聚在客厅用手机打字交流，想要知晓业主群里有没有人说话，却发现网络已经全部断绝，根本接收不到一点信息。不过就算信号全部被屏蔽，报警电话也依然可以拨打。于是我们商量得出最精简的报警文案，由说话余额最多的小美来拨打。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按下拨通键后，迎接我们的只有无尽的电流嘶嘶声。不知道是受了什么的影响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一起出门，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小区。可更加绝望的是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发现门上挂着一具身穿保安服的尸体，在他的旁边静悄悄地立着一副从未出现过的木牌，禁止离开小区。对于这条规则，我们3人都没有任何怀疑，保安的下场已经证明了一切，我们只好原路返回。中午12点，小区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，请注意，社区规则介绍如下：一、社区每日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新规则于0点通过喇叭发布，请务必严格遵守，否则当场死亡。2、每当新规则产生时，上一条规则自动失效。3、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重复。4、周边已布置高压电网，严禁离开社区范围。5、社区规则持续时间为10天，10天后所有规则结束，仍然存活者方可安全离开。听完规则，我忍不住长吐一口气，在手机上敲下文字。也就是说，这地方我们要待满10天。小美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而且要经历10条不同的规则，一旦违反就会死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轻轻挠了挠头，不能离开小区的话，食物岂不是也成了大问题？想到这里，